作為一個買家去買樓，當然係想越平越好，但係個個人第一次買樓都只會係新手。究竟我哋要點樣先可以揾到筍盤？未買樓嘅你可能以為只要一 app 在手就可以得到所有嘅樓價資訊，但係實際上去到揾 agent 買樓嘅時候，app 上嘅筍盤都會俾人買咗，根本買唔到喺報道或者 app 上面見到嘅筍盤。去到現場睇價錢仲可以差好遠。喺事實上，呢啲筍盤絕對有機會俾年輕嘅上車客買到。究竟喺香港買樓要點樣先可以揾到呢啲筍盤出嚟？其實多數嘅筍盤並唔係揾出嚟，而係講價講出嚟嘅。但係一個人喺上車嘅時候只係一個新手，面對業主嘅時候又點可以先可以傾到個好價錢返嚟呢？大家好，我係阿米。筍盤嘅定義其實就係比市價低1至2成嘅單位，如果同市價差唔多嘅話，都唔會叫筍啦。講緊一個上車盤總價都成幾百萬，平1至2成其實已經平咗幾十萬，又點會咁容易俾你揾到出嚟呢？何況係上網就咁開個電話 Apps 就會揾到呢？但係我作為一個曾經買過筍盤嘅上車客，可以好負責任咁同你講，買筍盤並唔係專家嘅專利，即使你係未買過樓都可以做到。你預期呢條片有好多重要嘅內容，並會扭轉你嘅思想，所以你一定要將呢條片睇到最後，了解完整嘅內容。同時我都建議你可以撳讚，咁日後你就可以喺播放列表入面揾翻呢條片出嚟重溫。喺開始之前，我想同大家介紹一下，我哋呢個頻道主要分享唔同嘅心法同技巧，希望能夠幫助你提升內在靈魂質素，並揾到合適你嘅投資方法，令你走最近嘅路，更快咁達到財務自由。喺度首先祝福幫手撳讚同訂閱我哋嘅朋友，喺睇完呢條片之後，都能夠早日買到筍盤並達到財務自由。而家馬上進入今日嘅內容。首先你要知道，樓市同股市並不相同，係一個高度分散嘅市場。樓唔會好似股票咁，突然間會有大戶同埋基金等莊家突然作出大量嘅買賣，造成價格嘅波動。所以喺你買樓時候嘅對手，即係二手樓嘅業主，多數只係一個散戶，佢甚至未必知道自己層樓嘅價值，亦未必比你有更加豐富嘅樓市知識。你絕對係有機會喺佢手上用比市價低1至2成嘅價格買到層樓返嚟，令你買入嘅單位成為筍盤。而一手樓嚟講，買家係發展商，人哋有專業嘅團隊去處理，而香港嘅一手樓係以價單形式去發售，多數都係冇價講。所以今日我哋所講嘅內容都係針對二手樓為主。你喺網上見到好多又平又靚嘅單位，其實多數都只係 agent 放出嚟去吸引買家去揾佢哋睇樓。實際上層樓可能一早已經俾人買咗，到你去到睇嘅時候，只需要同你講你嘅目標單位已經俾人買咗就得啦。就好似我喺片頭所講，App 上嘅筍盤都會俾人買咗，我都可以同你分享翻，我喺上手業主嘅手上買咗個單位之後1年，都仲可以喺個地產 App 度見到我個單位仲買緊。咁事實去到睇樓嘅時候，agent話賣咗都係冇呃到你，只係好耐之前就俾人用筍價買走咗咁解。咁我哋到底要點樣先可以買到筍盤呢？其實筍盤多數係揾完目標單位之後，再傾價錢咁傾返嚟，而唔係網上就咁揾返嚟。所以買筍盤最重要嘅其實係掌握人性，因為喺物業成交之中，多數都會有3方人物。第一就係買家，亦即係你自己；第二就係 agent， 第三係賣家，即係業主。而 agent 就係平衡買賣雙方嘅重要人物。所以首先你要做嘅嘢就係拉攏 agent 成為幫忙你嘅一方。咁要點先可以令 agent 成為你嘅幫手呢？首先你唔好認為你要俾 agent 佣金，佢就有責任幫你揾到筍盤。只要講一聲你要同佢揾筍盤，佢就會幫到你。因為喺多數嘅物業交易之中， agent 嘅角色係同時代表買賣雙方，佢同時係要幫助業主去爭取一個好價錢。但喺香港睇樓其實係唔使俾錢嘅，去到你真係買樓又用呢一個 agent 成交，你先要俾佣金佢。喺呢個情況下，你係 agent 嘅話，你會點先會對個客有好感，甚至會幫埋個客去傾價錢？個答案就係要爽快。
因為做 agent 嘅目標就係成交，agent 只會喺促成成交嘅時候先會有佣金收入。其實好多人睇樓都會睇好多次，仲要叫埋三姑六婆去睇好多次，都未決定到係唔係買呢一個單位。因為買樓對佢哋嚟講係人生大事，即使個價錢再筍都好，多數呢啲三姑六婆仲會加埋佢哋嘅意見去左右準買家嘅決定。最後你唔買嘅話，個 agent 都係冇佣金收，白白浪費咗佢嘅機會成本。其實只要你表達清楚你想買嘅單位類型同埋價錢，只要喺情理範圍之內，一個好嘅 agent 都會願意幫你去揾潛力嘅筍盤出嚟。可能去到呢度，你個心入面又會諗另外一個問題，就係點樣先知道個價錢同埋揾到好嘅 agent 出嚟。喺呢度開始就會成為準買家，即係你嘅問題。因為知道市價其實係想買筍盤嘅你嘅責任。如果唔係，只會俾 agent 知道你係一個新手，之後帶你去遊花園。但係你要知道個屋苑嘅市價其實都唔難，就係上地產嘅網站去揾你目標嘅屋苑最近嘅成交價，咁你就大概都會知道市價係幾多。之後你要落地去揾 agent 睇樓，你就會得到更加立體嘅資訊。因為物業同股票並唔相同，即使係同一個屋苑、同一個開則嘅單位都好，唔同層數、唔同坐向嘅景觀，點都會有少少唔同。每層樓嘅價值都會有些少嘅分別。呢啲真係要睇多啲先會得到經驗。同時喺睇樓嘅過程，你會遇上各式各樣嘅 agent，而佢哋嘅性格各不相同，唔係個個 agent 都會幫個買家同個業主去傾價錢，同埋長期 mark 住有乜嘢新委託嘅單位係適合你。呢啲都要靠你不斷去睇樓嘅過程中發掘出嚟，或者喺你嘅人脈圈子之中人哋介紹俾你。同時你都唔好只係睇死一個屋苑，因為揾到筍盤嘅機會其實好細。你嘅目標屋苑可以係一間筍盤都冇。想買到筍盤嘅話，你應該要去揾更加多唔同適合你嘅屋苑，以量取勝。而最重要嘅角色就係業主，因為要個業主肯接受你嘅開價先可以能夠成交。而你嘅出價比市價足足低1至2成，其實呢個係唔合乎常理嘅表現。咁又點樣先可以做到呢個效果呢？就係因為佢嘅個人問題，例如需要係分家產或者佢有其他嘅財務問題而等錢使，然後業主更加同 agent 講，要求減佢嘅開價，加埋佢個單位有好多人都唔識處理嘅痛點，例如係裝修陳舊、漏水或者噪音等等，所以係缺乏買家去議價，或者其他買家會猶豫不決。喺呢個時候就係你同佢講價嘅最佳時機。如果唔係專業嘅投資者嚟到嘅話，佢哋多數就會好爽快咁同業主成交咗，你就會白白失去咗一個難得嘅機會。喺講價嘅時候，你作為一個外人係唔應該踩佢個單位，因為始終人心肉做，你唔會知道人哋對佢個單位有幾多嘅感情喺入面，同埋人哋作為業主對個單位嘅缺點絕對比你了解得更加多。你想買人哋個單位，又係咁踩人哋單位個缺點，會唔會係有啲問題呢？喺業主角度嚟講，單位唔啱嘅話，你係可以選擇唔買，都唔需要再去傾價錢。其實呢啲做醜人嘅角色，你可以交翻俾個 agent 去做。同時，所有買家對佢嘅開價已經能夠反映佢物業嘅質素。你喺買嘅時候係唔需要再同佢多提，否則只會惹人反感。你應該喺開始議價嘅時候揾啲共同話題同佢傾下，甚至你可以揾啲優點去讚下佢個單位，從而增加個業主對你嘅好感。你做嘅只需要係承認自己資金不足，之後開一個10分之低嘅價錢就可以。當然佢唔會即刻接受你嘅開價，佢係會同你討價還價，但係因為佢係一個等錢使嘅人，賣出嘅意欲亦十分強，價格已經係其次，只要賣樓令佢周轉到，最後佢都會肯賣。你只要肯花時間同佢傾，佢最後都會接受一個比較低嘅報價，將佢嘅單位賣俾你，你就可以買到一個筍盤返嚟。當然呢啲故事係唔會喺報道上見到，報道上只會同你講成交咗一個筍盤，亦係啲人唔知點樣揾筍盤出嚟嘅原因。講返我嘅經驗，喺上車之前，我已經睇過大量嘅單位，以多個屋苑作為目標，同時喺睇樓嘅過程
都會見到邊一啲 agent 係傾向幫業主帶你遊花園，邊啲 agent 係會幫你揾平價單位同埋會講價。喺我嘅經驗之中，即使有意識去揾目標單位，遇上呢啲單位嘅機會率都只有唔夠1%。透過好嘅 agent 去幫我揾，大概都只係得2至3%。有部分單位即使符合晒所有筍盤條件，但係因為尺數比較大，所以樓價嘅總數比較高，我嘅能力都負擔唔到，所以都未能夠買到佢手中。直至 agent 有一日幫我哋揾到一個完全符合我哋要求，只係裝修比較陳舊嘅單位，個業主亦都係等錢使，更加主動同 agent 講要求減價。睇樓講價嘅時候，我只係同佢慢慢傾下偈，仲揾咗個單位，除咗價錢之外，唯一比較可取嘅景觀嚟讚下。同個業主講，只係我哋新手上車，能力不及，需要佢減價割愛。而業主就回想翻當年揀呢個單位，就係因為佢嘅景觀，而同佢嘅另一半選購咗呢一個單位。業主見到我哋都係情侶上車，又欣賞佢哋嘅單位景觀，加上 agent 同佢潑下冷水，講下依家個樓市有幾靜，要賣樓比較難，就接受咗我哋一個極低嘅報價，將佢個單位賣咗俾我。我哋亦即時開票簽約，簽約完成之後，業主都表示其他準買家一入嚟就踩佢個單位裝修陳舊，聽到都唔想賣俾佢哋。而我哋同佢啱傾，即使佢知道賣得平都冇所謂啦。呢啲其實就係買筍盤嘅人性。其實呢個單位都唔係有啲難以處理嘅問題，只係裝修陳舊，只係要去翻新執整下就已經可以見得人。但係喺價錢上，我哋已經可以賺上咗一大筆啦。買樓對多數嘅人嚟講都係一筆大投資，因為投資物業本嚟就係一個本金大、槓桿都大嘅投資。只要你處理得宜，可以輕鬆賺到7位數。相反，如果你處理不當，就好輕鬆咁蝕翻7位數，將你嘅本金都嘔翻出嚟。所以買到筍盤對你未來人生建立財富可以有好大嘅影響。但係由於時間所限，我就將買樓點賺錢嘅概念同計算留翻喺下一條影片同大家分享。你都想知嘅話，記住訂閱我哋嘅頻道，咁樣就可以接收更加多買樓賺錢嘅知識。以上就係我今日全部嘅內容，感謝你費時將我哋嘅影片睇完。如果滿足到你內心疑問嘅話，請你幫我點讚同埋分享呢條片。同時祝福睇到呢度嘅你可以早日揾到筍盤並達到財務自由。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